各位午安，欢迎来到柚子的日本生活。然后柚子的话，现在人已经落地到这个福冈了，对，已经睽违很久没有更新我的频道了。然后所以说，我现在人已经在九州啊，现在在这个机场附近，然后待会准备要去博多。然后柚子啊，为什么这次会选择来九州呢？首先，它是我日本旅游版图尚未涉猎的一个地方。然后像柚子以前有听自己的那个日文老师，他就说，九州在日本本土其实是最尾端、最接尾气的，然后是最被瞧不起的地方啊。然后所以说就让我就一度也对九州有一点偏见，然后以为那里都不如主流的东京、大阪啊。结果柚子这次查了一下九州，哇，真的是不得了啊！这个地方它有广大的大地啊，辽阔的海洋，还有丰饶的物产跟地理资源。然后也有古日本韵味的一些历史文化景点啊，跟各种各样一看就很好玩的名胜风景区，然后甚至这里还会下雪，所以是真的是还蛮让人想过来一探究竟的。然后像柚子啊，就是刚落地这个福冈嘛，就其实刚发生的还蛮糗的事情啊，就是我特地买的日本 SIM 卡，然后就是到福冈竟然完全不能使用啊。然后手机那个设备重开机竟然也都不能使用，真是让我感到超尴尬的。所以到最后就只好在机场那边买他们的 SIM 卡，就刚落地就马上又喷12000块日元买 SIM 卡了。好，那现在准备要坐这个福冈空港这个车站的这个地铁要准备要去博多，去他们最热闹的地方然后柚子这次旅程应该会选择不会那么走马看花，就是会把一些周遭遇到一些有趣的东西都会拍摄给大家看。对，然后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饮料，哇，是不是真的都还蛮便宜的？不过有一些也是有涨价。以前我记得120日币，有的120日币就可以买了。然后像柚子的话，最推荐可以吃这个哈密瓜苏打，哇，这个其实如果去一些日系超市也是有机会买得到。然后像这个鸡排像柚子以前在秋叶原就有看过，就直接现炸这个柳橙汁给你吃哇，然后日本的这个贩卖机，这个制饭机哇，还有卖这个冰激凌，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柚子以前也有在地铁那边直接投冰激凌来吃没有被发现。然后像柚子就是刚刚就是发生那个SIM卡之乱嘛，然后就是让柚子的整个旅程就是耽误了1小时半吧。像我本来来这边是匆匆忙忙觉得是游刃有余的，结果现在变成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哇，真的觉得到这边SIM卡不能用，真的很坑啊。然后现在柚子下来这个博多车站了，九州非常大的一个车站了。好，现在准备要走上去。然后现在上了电扶梯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哇，这个柚子不知道是什么这还蛮稀有的五妈卡蒙。我之后再查一下好了。就日本的这个制饭机就其实就还蛮多卖的东西有蛮多元的。然后现在出了这个博多的地铁现在柚子在想说要在这边吃饭还是要先去薛可印？对因为现在已经下午1点左右了。对，真的是被一个 SIM 卡搞到浪费了1小时半，不然正常来讲我的行程是不会这么匆忙然后这个博多车站像柚子现在觉得有点像台北车站吧，就刚出来就是有点像迷宫这样，现在在摸索要该怎么走。不过现在就先走商场这边去看看。然后这里有一个 Amuse Plaza 来给大家看哇，这边有向上这个透视这个采光。然后再往前面就是应该 Amuse Plaza 了。这个如果你们有想要来福冈的话，都会做功课，一定都会有知道这一间百货。然后柚子现在在博多一番街这边就是随便乱走，但是有一点走迷路了。
然后这边我觉得比札幌那边还要更容易迷路的感觉。然后现在在想午餐要吃这个摩之锅啊，要吃星星拉面，不过就是还要再找啊，因为这边真的是很多家店铺啊。刚刚有去问店员的，也是问不出头绪来。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博多一番街有卖什么，就大致是这样。找不到我想吃的。然后刚刚柚子有去问那个日本店员啊，他们就说星星拉面，然后在马路易这边吧，博多马路易，所以就走过来这边就随便乱走，再看看到底有没有。已经看到 OE 了。然后过了一番街之后，再走过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博多 Aki 地下街了。哇，可以看到这博多真的是商家琳琅满目。它旁边又有巴士总站。哇，这柚子是真的有觉得自己在这边迷路了。那所以说这个博多车站啊，它就是有一个 Amu Plaza 嘛，还有一个 OE。旁边这2个百货组成的，对，然后还有没有第3间百货？待会再继续再看有没有。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Kitail， 可以看到柚子要找这一个星星拉面在 B1， 看到吗？然后现在柚子到星星拉面了，哇，真的是要一直排队了，然后待会就准备过来吃了。然后现在刚柚子已经完食那个星星拉面了，我的感想就是它的面条真的是细致到一个过分啊，哇，甚至比一兰拉面都还要细。然后最好吃的是它那个汤头跟面条是真的是他们蛮完美搭配的。然后它那个面条是真的是让我很惊艳啊，非常的细致。然后汤头的话是咸的刚好，又不会过咸这样。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吃啊！而且柚子又是吃最便宜的870日币而已，就是不到台币200元的拉面就可以吃这样，是真的还蛮爽的。然后像你们呢，就是吃完星星拉面啊，可以在同一栋就是这个马路易嘛，就来到2楼，可以顺便来看这个宝可梦中心福冈啊。柚子要稍微逛一下。可以看到这边有那个拉蒂欧斯跟拉蒂亚斯哦。其实柚子之所以会来九州，也是因为跟以前玩过那个宝可梦红蓝宝石有关系啊，对啊，因为那一代就是蛮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也是蛮大冒险的感觉，然后又是有一种亚热带风情，所以说我才会想要挑夏天的时候来九州吧，因为那一带就是给人很夏天的感觉。然后今年正好又是2026嘛，又是宝可梦30周年，对啊，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活动，一些宝可梦的相关活动。然后这一间可以看到很多连这个拉蒂欧斯、拉蒂亚斯的这个皮卡丘玩偶都有。不过柚子就是买不下手就是了。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拿博多拉面的皮卡丘。我头上戴这个好像内裤啊，然后其实现场也蛮多人的，今天还是平日，可以看到还是一堆人在排队在买这些宝可梦的东西哦，是真的蛮厉害的。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些宝可梦玩偶啊，就是都摆得齐聚一堂，就还蛮壮观的。然后可以看到这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个对95后应该都是还蛮熟悉的，就是固拉多。然后这只是盖欧卡，对，就是宝可梦红蓝宝石象征的2只神兽。然后这2只神兽就是它是来自它是有参考圣经跟那个希伯来神话做出来的2只神兽。对，然后左边这只以前还被叫做哥拉顿啊，或者是帝王龙，然后右边这只还被叫做海王精，它甚至是被叫做那个，甚至被叫做盖欧加吧，还是凯欧加之类的，就是按照日文的音译去翻成了中文。
然后像左边这一只的话，它其实是致敬那个我刚说的那个神话，它那一只那个贝西摩斯人。然后右边的话是那个利维坦，对啊，它那一代红蓝宝石，其实柚子也是玩得蛮尽兴的。然后这两只神兽是真的设计造型都蛮好，蛮让人印象深刻的。那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他们的资料。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御三家，我可以看到可爱的这个方圆御三家，这个奇魔力啊，还有这个火字鸡，还有这一只水曜鱼。然后像柚子啊，就是来福冈之前啊，本来很期待福冈会是大晴天迎接我，结果现在没想到是雨天啊。就是旅游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票啊、机票什么都订好了，酒店什么都订好了，结果天空就是不作美啊，那天气就是要赌运气，就跟柚子去看富士山那一期一样。那个富士山你没有天气好，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在这个宝可梦福冈的旁边啊，它也有一个哥吉拉商店在旁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还蛮大只的一只哥吉拉，蛮壮观的。然后现在柚子要离开商场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日本这个冷食便当的这个物价哦。就讲真的，比台湾还要贵。台湾你可能100元还可以吃100元以内的便当，而且还是现做的，热腾腾的，然后可能100块左右吧。这边可能大概都要160块台币以上了。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博多车站的全貌哦，这个福冈第一大站啊，那个博多车站，雨天是长这样，可惜今天不是晴天。哇，它真的还蛮大的。其实我这样感觉下来是有点像那个进阶版的旭川车站吧，旭川车站的造型是有点像这样。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柚子旭川那一期。然后这个博多车站啊，哇，柚子是真的觉得比札幌车站还要大，对啊。然后可惜就是今天是雨天啊，就是比较不能请路人帮我拍照啊，或者是一个大晴天这样子拍的好给大家看吧。然后像柚子就是挑6月份来九州啊，然后就可能有点可惜吧，正好是没有料到，正好是他们日本的梅雨季啊。所以说可能才遇到下雨天的天气。啊，如果是7、8月来这个来福冈九州的话，可能也会遇到台风啊。所以说这夏天来就是蛮容易遇到不稳定的天气的。然后这个博多车站啊，那前站站检带就长这样，大家看一下，是真的都还蛮大气的，跟车站一样，都是很高大的建筑物。然后很宽广的空间，然后现在柚子可能要准备去 check in 了，要先去寄放一下行李，不然因为还有行程。然后如果说台湾哪一个车站会像那个博多这样那么大气，有这么宽广啊，那应该就屏东车站跟台东车站吧，就会比较宽广的感觉。对啊，然后大陆那边的车站应该也很多像这样。也就是一出车站就让你觉得很辽阔、很有感这样。然后像柚子啊，就在在前面那一栋大楼，那一栋蓝色的 PT 那个 OE 啊，就是马路一级啊，对啊，然后就是在那边看宝可梦中心啊。现在走到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Bookoff， 这个应该就是海德沃夫的那个分支企业吧。然后听说他们好像也有开那个 Toy Off， 就是也是在卖二手玩具的。如果在日本这边有看到的话，我应该会去逛一下。然后之前那个有日本人啊来台湾拍视频啊，然后他就来到台南的时候就说哇，台南好像福冈啊，然后现在柚子这样子博多车站附近逛下来，是真的不太像福冈啊，差太多了。台南的巷弄很小啊。
而且又一堆摩托车，而且很多圆环路又窄，这边路是还蛮大条的，而且建筑也都盖得还蛮高大上的。然后现在柚子要去旅馆的路上，可以看到日本也是有人在骑摩托车的，也是穿雨衣，对，只是他们骑摩托车的是真的很少很少，不多啊。他们的摩托车更像是他们的收藏工具啊，不是说拿来做日常使，不是说日常必用的必需品。然后这个雨是真的下得很大哦，就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日本梅雨的威力。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路边的这个小花哦，而且一人一花，是每个人都要种一朵花的意思嘛，还蛮有趣的，他们的这个街景造景。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可以看到前面这边有这个很像是共享单车的东西哦。说真的，日本的共享单车没有像中国那么发达那么多，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也是觉得蛮稀有的，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共享单车哦。然后可以看到2楼的全家超商也是做的很有质量的哦。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绣球花哦，这个日语叫阿基塞，那个有点像是偶机上的那个的日语的名称。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雨天的这个福冈的这种小街道，哇，是真的很浪漫又很漂亮。刚又是忍不住要掏出设备起来拍啊，那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现在柚子已经check in了，对啊，刚去我的胶囊旅馆check in了。然后现在就是准备要去看那个福冈牛高达吧。然后其实我刚那个旅馆门的人员对我还蛮好的，还帮我擦我的行李箱，因为我的行李箱真的是湿到爆炸。那现在就是准备要过去了。然后现在路边有这个Mr. Max Selecto 这个大卖场哦，柚子稍微进去看一下好了，看一下里面日本的物价。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便当哦，这其实也不会说太贵，不过吃起来是不是热的我也不知道，因为都没有来，很少吃这一种。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日本超市的肉价，可以看一下。不过柚子就是刚刚逛了下就出来了，因为我是心里的声音在跟我说，我要赶快去下一个目的地了，不然会真的时间上会来不及。这个就给大家以后自己来日本时间很多的人去逛吧。因为我要去看那个福冈牛高达，它本来预计是今天的下午1点到4点那边去看，它现在已经4点了，我人都没有到那边。整个check in跟今天被那个蜂窝网路阻挡行程之间的一个败笔啊，所以真的要赶快赶路。然后其实要去他们的那个拉拉破是可以坐他们的公交车去的，可是那个我刚刚我check in的工作人员啊，就跟我说他们的公交车已经时间误点了，所以说就是到下一班车可能要5点半了，所以说柚子想说还是用走的直接过去就好了，因为想说就当做运动嘛，顶多回来的时候坐地铁。然后现在又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有这个日本的人行道，哇！虽然说一样跟台湾都是铺绿色的，可是它特别的显眼哦，要写这么大字，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都知道是要给人走的。然后走到这边又有这个小间的永旺百货，哇！其实柚子也是蛮想花时间进去逛的，可是我现在还是在克制自己啊，就是如果一进去逛，可能又会拖很多时间，就影响到我的行程，所以就只能忍住不能去逛。那如果是像你们如果来的时间比较充裕，这些超市啊都一定要进去逛一下。结果柚子刚想到水喝完了，所以还是回来这个永旺这个小超市啊，过来买水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本的水哦。其实换算成台币啊，真的是还蛮便宜的，甚至比你在台湾买真的还要再便宜很多。
只能说这个东西就是漂洋过海之后，价格就是都会涨，都会涨啊，不管是到哪个国家都一样。然后像这个可乐啊，台湾卖不，好像台湾大概卖59台币吧，到甚至有的跟你贵到89台币。然后你看这边哇，才88日元，根本就不到20块台币。所以只能说，可是也要换个角度想啊，如果在你的国家可以喝到日本的东西，有时候多加一点钱也是无所谓啊。所以这个也没有说是一个绝对就是了。然后像我挑了一瓶像是宝矿力水的这种的水的饮料，哇，这个色素很深啊，可是看起来就是让人想喝喝看。因为想说今天也都是一直在走路啊，所以说买一瓶这种运动饮料其实是还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而且这一罐才105日币而已。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种路边摊的拉面哦，可以看到它价位还有这种720日元、620日元。所以说之前呢、就是有看过那个最近流行那个软体嘛，那个脆啊，就有人说去日本一个拉面都是1300、1200日币。然后我就回答说，你自己挑到贵的吃啊，人家日本其实拉面500到1000日币就有了。所以说真的也是有时候是真的不要断然就是把自己的认知就加在上面了。还有就是6月这个福冈啊，其实像最近就有下雨啊，天气就还蛮凉的，就没有像台湾那个5、6月啊，已经进入夏天了，都已经非常的热了，都热到30几度。这边大概至少也比台湾那个降个6、7、8度吧。然后过了刚刚的这个Skiya这个店之后嘛，然后现在柚子要准备走这一条竹下通哦，就是前面这一条弯弯的路，然后它跟那个原宿那个竹下通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它名字都叫做竹下通，所以那个时候地图查到这边还蛮让我吓一大跳的。然后像那个要去拉拉破的话，其实也可以坐到竹下这边的竹下车站啊，然后再走个9分钟、10分钟就到拉拉破了。可是刚柚子 check in 的旅馆就是离那边太远了，所以说离那个竹下通太远了，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搞。然后今天刚柚子的视频啊，就是有讲到说有看到很多这种车子嘛，卡迪嘛，它其实就是日本的共享单车，对啊，之前在东京真的还蛮少看见的。啊，最近的福冈这边的话，就是今年在那个全家有看到，所以说他们可能也跟中国一样都流行起来共享单车了，而且他们的共享单车可能也是跟中国一样的，就是可以随处停，就是不是那一种固定停放式的。然后现在柚子走的这一条Takeshita道里，就是竹下通啊，就是你们也会觉得很像原宿那一条竹下通嘛，其实还差蛮多的。然后像柚子的视频啊，目前已经也是慢慢新增语言上去啊，目前的视频已经做到原宿都新增4大语言上去了。然后之后我的以前的影片也会慢慢加入字幕上去。因为以前是本来想要做字幕，可是真的是太花时间了现在时间比较多一点了，所以说就有时间就会稍微做一下字幕吧，然后去提升这个我的影片的质量。然后还有柚子就是下午这样子走路走下来啊，还有一个心得啊，就是发现日本的那种就是有人行道的地方嘛，肯定都有人在走啊，也有脚踏车在行驶啊，就会蛮经常看到，一下子就突然会有人蹦出来这样子啊，这就让我想到台湾好像比较少的，那人行真的走路的人真的很少，大部分人都是骑摩托车，所以说你就会在路上的话，通常都是摩托车从你这边走路，反正努力走路，反正很白痴一样吧。反正大家都是骑摩托车，
所以这真的是一种国情不同吧。然后现在又发现一个美丽的街道，让我拍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路还蛮平整的。然后这边就是在那个竹下车站的前面。如果大家以后来这个来福冈的竹下车站，都可以顺便走一下来逛这边，虽然蛮漂亮的。地砖颜色跟那个马路颜色都有一个层次分明。然后现在柚子已经在这个竹下车站了。如果你们要去那个福冈拉拉破看那一只牛高达，其实就像我刚说的，是可以坐到这个车站的，从博多那边，然后从这边再继续往前走，大概10分钟就是可以去福冈拉拉破了吧。然后像柚子今天原本计划是要去看完福冈拉拉破，然后用走直接走去天神那边了。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要下雨天，可能到时候晚一点会回来这边坐车吧，坐回去波托再转去天神那里，会比较方便。另外就是在日本的话，也不是到处都有人行道可以走啊。你可以看到我前面这条路就很小啊，看行人可以走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就会走起来就有点像在走台湾的路一样。然后一方面也要小心旁边的车子冒出来。然后这个谷歌地图啊，它其实也没有算错，就是真的走了快40分钟吧，真的就快要到这个福冈的拉拉破了。然后像柚子这次来旅行也是自己一个人，现在这几年的话，好像就是还蛮流行独行的，就是一个人旅行嘛。然后其实柚子是真的觉得一个人旅行的话，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而且要完成独旅的话，通常有三个条件，就我自己归纳出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人格要独立啊，就是你遇到就是你可以忍受孤独，然后个性是稍微比较独立一点的，不是遇到麻烦就依赖别人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有自我管理跟那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你今天连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就是像你订机票啊，还有那个看时刻表啊，这些都不会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独旅。然后自我管理就是你要会自制啊，然后知道你这个时间点要做什么。除非就是你出来旅行出来玩，就是你都是躺平在酒店这样啊，那样子其实也是某方面来讲也可以算是独旅啊，可是就很没有意义。然后第三个点就是那些客观条件啊，就是你要有钱有时间，然后有钱有闲嘛，然后时间也很重要，然后最重要的是健康，不健康的话也没有办法独旅。好，现在又是已经到这个拉拉破了哦，我走了快40分钟，终于走到了。然后可能再过不久就可以去看到我的牛高达了，那个 RX93FF， 已经摆了快4年的那一只。好，那现在确实是到这个拉拉破了，然后它那一只牛高达那只等身比例的，正好在另外一边啊，所以说柚子还是要走过去另外一边才能看得到。然后像百货公司进来就差不多那样子吧，所以说其实柚子来日本旅行啊，像这种出国旅行就可能就会比较少来逛商场因为就其实商场其实都大同小异，可能就差在一些品牌吧，然后里面一些内购的设计，也不是说一定要来不可这样。那现在就是要去问到底牛高达在哪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间的内购，
应该也是有的人来日本没有来过福冈这边的，所以可以随便看一下。啊，还有刚柚子就是直接超捷径啊，直接从那边的入口进来嘛，然后就走过大厅，再过这个美食街，然后现在就是要直接去看牛高达了啊，待会过前面那道门就可以看到了。那就今天下午的行程总算是完成。现在大家有看到了吗？个1:1大的牛高达，哦，光看就很雄伟。不过其实高达柚子之前也是有讲过，就是它的大小就是人的大概10倍大吧，它的设定上大概就是这样。它牛高达又比一般的高达还要再大一点。所以说，可是其实像以前柚子小时候是以为那个钢弹啊，大概会高到10层楼、20层楼那么高吧，结果实际上来看拉拉破大概这个高度，大概5、6层楼吧。牛高达差不多也才5、6层楼这样子的高度而已。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牛高达的正面预照。这是 RX93FF 牛高达，它在2022年的时候4月就是还在疫情那个时候，就是摆在这里了，它已经快4年多了。然后现在就是横滨就是不是横滨啊，就是台场那一只独角兽，听说今年也要拆掉了，2026。所以现在这只哪天会被拆掉，可能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所以就趁还可以来看，要真的有机会来看的话，真的要把握机会过来看。还有这一只牛高达的话，像柚子其实以前有买过它的模型啊，大概收快500块台币吧。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就觉得它配色真的蛮漂亮的，不是像传统的牛高达，就是一个黑白配色吧，就会比较稍微沉闷一点啊。这一只这个深蓝色又带一点蓝绿色那种感觉，这一种蓝啊，就是其实还蛮漂亮的。然后它背部又有多这个武器。可是就是我买那一只是 EG 系列的，是很好组，然后分色也很好。可是缺点就是说，时间放久了，它可能关节都会松垮垮的很快哦。然后待会可能就是会拍，因为现在已经快6点了，待会可能会拍它的整点发光秀给大家看。
首歌度其實黃昏嗰隻啊嘛，插咗咯，咪8月先。唔係之前，即係而家已經。我嗰隻好可動嗰隻。然后看完刚刚的表演啊，大家觉得如何呢？其实我是觉得是有一点短，然后音乐是真的还不错，特别选这一首让大家有记忆点的音乐。OK， 你可以跟我说 good。啊，可是他的那个表演长度好像跟那个独角兽就差蛮多的。独角兽至少还有一些声光秀，然后像横滨的至少也都整点都有一些表演了，大家好像就一下下而已，是有点可惜。不过如果看完整天场次的话，可能就感觉会更不一，可能感觉也会不一样吧。然后柚子现在是因为晚上还有其他行程啊，所以必须要离开这里了。就看完这个一个整点的就好了，就心满意足了。只是说要回去才能回去我们家。这支的颜色比较好，可是如果在限定版会比较有价值，限定的然后比较好。好，那柚子刚很幸运哦，就是坐到了这个公车，就马上就回到这个博多车站了，就不用这边傻傻的还想说去竹下那边坐车，再坐回去博多。那我待会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天神了，对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来九州玩来福冈玩一定要去的地方。好，趁现在有一些空档时间哦，柚子就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福冈哦。这个福冈啊，它其实是九州的第一大城啊，跟这个正经交通中心，它气候其实也是蛮温暖的。然后人口大约165万人，而且人口现在在不断增长中。现在日本人啊最想移民的地方，其实很多人都想移来福冈这边啊，因为真的机能是真的很好。对，然后这个福冈啊，它以前是叫做博多啊。它17世纪初期是由这个黑田市兴建福冈城之后，然后现在福冈市区的呈现就是以这个那珂川为界，然后西侧就是以武士为主的这个城下町福冈，然后东侧就是以商人为主的这个博多地方啊。然后到那个1876年的时候，福冈和博多就互相合并，就改称为这个福博，然后之后才改名叫这个福冈啊。然后之后像以前那个九州，它的中心城市它是在熊本啊，然后就随着那个时代的变迁嘛，到1899年这个博多港的开港，还有1911年九州帝国大学的这个设立啊，然后福冈市就迅速的发展啊，然后逐渐发展为九州的中心城市啊。然后像以前著名的这个汉倭奴国王印，他就是发现在这个福冈市的东区志贺岛。然后证明在那个弥生时代中后期1世纪的时候，就代表以前古日本的九州北部就有和那个中国的西汉王朝有着政治上的一些往来啊。然后福冈现在和那个中国的这个广州是姐妹都市。那像这个博多啊，它著名的食物就是那个磨之锅嘛，还有那个博多拉面嘛，就牛肠锅、肥肠锅，对啊。像这个博多拉面，就像中午柚子吃的那个星星拉面啊，它还有这个非常细的面条，还有这个浓厚的豚骨汤汁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然后今天柚子刚刚又是坐了公车，这样绕了一轮下来，看人家福冈市区的街景哦，哇，是真的跟台南完全不像啊。跟高雄的话，
一点点而已啦，也没有说非常的像，真的是完全是，真的是不同城市的等级啊，真的。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竹子口这边的福冈车站进来是长什么样啊？可以是算一个大站，九州最大站，让我有点想起去逛那个名古屋跟京都的感觉，他们的车站内部有时候人流也是像这样子，都还蛮多的。好，那现在就是继续逛下去了。然后现在柚子待会就是要去找这个地铁站啊，待会就要过去坐去天神了。因为那个地下街它只开到8点而已，所以真的要提早过去。然后现在柚子在这个博多车站的前站啊，它其实里面它的百货公司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内购设计的。像这一边它是博多巴士总站嘛，然后这边就是博多车站嘛，然后像那个地下街啊，还有那一番街就是都在这边下面嘛。然后那边就有一家，然后往这个方向过去就有一家阪急啊，那个阪急百货，然后这边就有一家OE啊，对，就差不多这样，它的百货公司。所以说我今天又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功课也没有做特别多，所以说就是有一点那个，真的是有一点迷路的感觉啊，真的好大哦，很广阔这样，眼花缭乱啊。现在是大概知道它的内购之后，就大概知道该怎么走了。然后刚刚又是少说了一个百货，就是 Amu Plaza， 那这个也是会经常看到，在博多车站里面会经常看到的。那我在这边再稍微绕一下，就要去天神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下班时间的那个车站哦，人真的很多。博多车站的在等地铁了。啊，现在柚子下来这个天神这个大站了，待会可能就是要先去逛这个天神地下街。好，现在天神出站之后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天神地下街哦，给大家看一下。还好我来得赶得及来这边好像只开到8点而已吧。那我待会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天神地下街。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天神地下街哦，可以看到它天花板是这个风格蛮特别的。那其实这个地下街啊，它是由2条大概近600公尺的这个走道组成的，然后它是仿这个19世纪欧洲风格的这个地下街，所以可以看到它那个天花板的风格就会比较不太像日本的风格这样，然后它就有一些浓厚的这个南欧风石板跟唐草花纹的天花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花板哦。就是这种长草花纹，然后这边就是有卖很多服饰啊、餐厅啊、花店啊，还有生活百货用品都有啊，就其实是一个还蛮好逛的一个地下街啊。然后柚子的下一个目标是待会要去吃晚餐啊，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时钟哦，就还蛮特别的，就是天神地下街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昭和通。我不知道我没有时间去逛啊，我可能要先去吃晚餐。然后现在给大家看这个天神地下街的招牌，长这样，用那种欧洲那种赛璐璐风格吗？还是那种以前那种玻璃风格？其实也是有点像台北那种诚品地下街。那它的那种左暗一点的这种格调，不过这边规模更大。那我们现在走这一条人就相对比较少一点。
这条也是天神地下街。然后待会柚子可能就要笔直前进了，就要直接从去天神南那里的，要去带大家看一个我一直很想吃的店家。然后像柚子今天来福冈还有一个感想，就是真的觉得这边的人每个人都走得很快，真的像是都市繁忙人的感觉啊。所以说，如果你们以后听到福冈，真的不要觉得福冈是乡下，真的，它真的是一个九州的第一大城啊，是最都市化的一个地方啊。这边的人都很都市化。然后现在柚子总算快拉完这一条天神地下街了，然后我应该就可以看到东12A 的出口，因为我要从东12A 那个出口出去。然后到这个东12A 了，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天神南车站，这个其实坐福冈的另外一条地铁可以到。然后待会柚子现在应该会找一条路走上去吧，因为那家店在1楼。好，那现在柚子出了这个天神南车站哦，终于看到那个柚子间看到第一家福冈屋台哦，这一家什么纪奖。其实屋台这种东西，讲真的，对东南亚人或者是中国啊或台湾啊，其实是吸引力没有到这么大，因为它就是路边摊嘛，路边摊就我们这些国家都很常见了，对啊，其实在日本是很不常见的。不过日本的好处就是像这样啊，它就是可以直接有一个吧台可以坐着吃。可能像东南亚或者就是台湾啊、中国啊，都是在路边给你一个桌子这样坐着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哦，有这个米字 Koshi。真的还蛮壮观的，这边附近的商圈。然后可以看到，就算是雨天哦，哇，大家想吃麻辣烫的热情也不减，还是这么多人在排。でも多分アイスは作れるけど、それだとな然后刚刚柚子吃的就是这个现在很流行的杨国府麻辣烫，应该有的人应该猜不到，但是应该有的人也猜得到，因为就看我要去天神南应该都会知道，如果有在福冈这边玩过的话。然后它那个麻辣烫，我觉得它吃起来是真的比台湾的麻辣烫吃起来还要有层次，然后还要汤头还要更浓郁，然后还会带点麻这样，都吃起来很够劲。然后就是佐料的话，就是蒜泥其实还蛮推荐可以吃的，对，这是我个人觉得，而且我刚柚子，但也才点个1600，也才点个1780日币而已吧，就其实也不会说不算太贵这样子大概就吃400多克了，吃起来也现在吃这样也是蛮有饱足感的。然后那个冰红茶也是蛮康师傅冰红茶也是蛮推荐要点的，那个吃起来也会帮你让你的嘴巴不会这么辣啦，就也是蛮值得点的，而且很多地方也喝不到，所以真的是来这边蛮推荐，也是可以点康师傅冰红茶。那现在柚子可能要去下个地方了。
我现在吃完麻辣烫之后嘛，现在就是来附近天神这边走一走啊，然后待会柚子可能我还会再去看一下那个屋台吧，去看一下这边天神的屋台条件那边看起来是怎么样。然后在前面那边可以看到这个 Toyoko Inn， 这个东横印啊，上面好像也是蛮多网民推荐的这个住宿啊。这次柚子来九州就有一天是安排东横印，所以到时候还蛮想去开箱的。然后他那个房间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像那个黄片现场的那一种房型吧。那现在柚子被路边的 Seven 吸引进来了，可以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水磨的高达水磨的这个泡面哦，看了真想买一包带回去。可是现在柚子吃完杨国府啊，打算还要再去吃另外一个宵夜。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早一点看到那个摊贩啊，那个路边摊，现在已经有人坐着吃了。现在柚子可能要再回去天神那边看一下，还有多少人，那边的路边摊规模是怎么样。好，那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有这个路边屋台屋哦，路边雅呆，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外国人来吃，还是那个都是日本人自己来吃。然后现在柚子可能就再走回去天神吧。然后现在柚子被路边那个漂亮的这个灯饰吸过来了，可以看到这个福冈这个酒祭哦，给大家看一下。哇，这边灯饰还蛮漂亮的，要拍给大家看。做的这气氛就做的还蛮不错的，就会让人想进来消费。然后往天神的途中啊，都会看到这些高楼大厦。哇，我讲真的，这个福冈它的这个商圈啊，是真的规模都做蛮大的，这给人的感觉那个格局也做得很大。哦，真的和台湾的一般的商圈的格局真的是天差地远。这点真的是值得让我们好好学习。然后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晚上灯火逐渐消散的这个天神的商圈哦。哇，他们这边的商圈是真的做的地广物博那种感觉。那柚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总之就是格局大吧。像如果你去看那个新宿的商圈啊、涩谷的商圈啊，甚至是大阪那边的商圈，要看到这样子的也不太容易啊。我觉得这边的土地就是真的是好好的规划，然后他一开始就想到要做成这样的，哇，然后又做出来，就是真的让人家来逛这边的商圈是逛起来是很舒服，地那是地很大，不是很窄那种商圈的，所以格局又做得很大。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天神地下街它的 logo， 哇，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牛角。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这里很牛逼啊，确实还蛮牛逼的。柚子今天走那个天神地下街是真的还蛮长的。然后现在柚子走到天神的车站上来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是看不到几家屋台，我好像就只有看到一家，到底再走过去看看。如果看完如果都没有东西，我可能就去吃我的夜宵了。那天神这边也逛差不多了，现在柚子要准备去吃夜宵，然后大概吃完夜宵应该就会准备回酒店休息了。如果像我本来其实现在也是有点累啊，是有点想要直接坐公交车直接回去。可是我是觉得今天如果没有去吃这个夜宵，可能之后要去吃也不一定吃得到。所以一定就要去了，就走一下路而已。好，那现在柚子要过这一个西中岛桥，这一个连接天神跟那个中州那边的一座桥。像中州的话，可能柚子明天才会去了。今天的话，可能就是先逛那个天神，还有逛街的那个拉拉破。哇，真的就是走到脚酸了。现在我要吃的夜宵也快要走到了，再努力一下。
哇，那他们这边的大楼也是真的都盖得蛮高的，而且又是一整排的，就有一个规模性，就不是说像有一些小城市，然后可能就有几间大楼零零散散的这样，就会看得很无趣。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日本哦，停这一种固定装的这种脚踏车车架也是要收费的，这点应该对台湾人来讲应该会蛮啧啧称奇的。大家只记得机车要收费，脚踏车应该是不用才对。然后现在柚子已经走要过来吃宵夜的地方了，应该有的人猜得到吧？就是这个一兰拉面总店。柚子是一兰拉面的粉丝啊，所以说来福冈怎么可能不吃这个呢？怎么咋可能不吃这个一兰拉面呢？而且总店就在这边，而且看到前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趁今天是雨天的比较少，就一定要赶快来吃啊，不然会后悔。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待会我要进去吃的一兰的店的总店，外观真的是满满的一兰灯笼。柚子要赶快去排队了。然后柚子已经刚吃完那家一兰了，然后柚子是觉得自己好像来错家店了，因为柚子其实是想要吃那种方形碗那一种一兰拉面啊，或者是五角形碗那一种一兰拉面，那种感觉会还蛮新鲜的。结果我今天进去问店员才知道，他是在那个天神西通店，然后还有那个博多运河城的博多店才有。对，这是还蛮坑爹的。刚吃那个一兰都吃到一半都点绿了，我觉得好像跟一般店的一兰一模一样啊，然后又没有什么变化。真的是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宵夜啊。然后现在柚子要回去了，可以看前面这边夜夜笙歌哦，可能就是中州这个日本三大欢乐街的其中之一，中州他们的欢乐街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从哪边开始，不过待会就是因为我跟我回去的路顺路，所以就走看看好了。然后这边也是还蛮灯红酒绿的，不过柚子今天应该没有力气了，这应该就是要准备回去了。连唐吉诃德在这里。然后柚子刚走完那个无料案内所的那个中州一条街之后，哇，我是觉得它比秋叶原还有新宿那边看到的还要夸张啊！但是成排的女生成排的站啊，也有帅哥啊。如果今天是钱够多的话，是可以去那边玩的。但柚子的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所以还不能去玩。像中州的话，柚子就是有兴趣没财力，而且我现在柚子走到这个明天行程要来的地方，这个博多运河城，它已经关起来了。哇，这样远看也是觉得还蛮壮观的。因为柚子订的酒店真的是不是在地铁站附近啊，所以就整怪用走的，绕这些近路才能到。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博多运河城晚上的样貌，差不多长这样。然后柚子现在进来这个 mini stop 日本的一个连锁便利店，那个可以看到它有卖这个阿苏3度牛乳，这款明治牛乳好像网络上也蛮大推的，柚子还没有喝过，待会可能考虑买一瓶当明天早餐。
好，然后柚子即将结束今天的影片。哦，所以说像这次柚子是第一次飞来九州啊，第一次也是踏进这个福冈城。哇，它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壮阔，那整个城市的规模，整个那个闹区的规模啊，还有那个大楼啊，都是盖得美轮美奂，而且又都很壮观这样啊。所以说我就得到一个心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日本的话，真的是不太推荐来福冈啊。因为如果你来福冈的话，你去其他的东京、大阪啊、北海道，你就会觉得好像又逊色了不少的感觉。也不是说其他商圈都不好，可是福冈这个商圈真的是给我感觉是还蛮强的。重点是它真的是地大物博物广的感觉吧，所以真的蛮厉害的，已经超出我的预期。然后今天也是有一点像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今天的话，我觉得好像早上就是刚落地福冈的时候，结果SIM卡不能用，连个网络都不能用，真的是有够让我傻眼。啊，幸好就是有解决问题啊，然后后面又有顺利吃到那个杨国府啊，因为我本来想说可能会排队排很久，没想到也不用排太久，半小时。然后星星拉面也算很奇迹了，要等个半小时就吃到了。像这种名店可能都怕会等个1-2个小时，就很耽误整个旅程的时间啊。所以说我是觉得也算是一个好运气吧。所以说这次来福冈是觉得虽然说下雨啊，比较可惜，不是晴天，不过就意外的让天气至少凉一点啊。然后就是不会说那么热，不会像夏天那么热吧。啊，这是真的是第一天的心得，是真的蛮推荐。就是日本的主要城市，如果你都去过的话，那福冈、九州还没有来过，那是真的有机会要来，像柚子一样。啊，真是来见识这边的雄壮威武，是真的还蛮屌的。好，那就即将结束影片了。那喜欢像我这样子记录日本生活，都可以关注、订阅、按赞、点赞，然后就是柚子也感谢你们。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咯，拜拜。